大家好，我是阿杜，我现在湖北恩施的陆苑平，这里是我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村落，四面被大山所包围，刀削斧砍的悬崖绝壁把这里围成了一个天坑村落，下面还生活着38户人家。从谷底到山顶有500米的垂直落差，村民想要从谷底爬到山顶需要走1819个台阶。现在这里呢是修建了世界上最长的斜行电梯，但修好之后这里的村民却不愿意乘坐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村子的自然环境十分优美，下面有溪流穿行，瀑布丛生。接下来呢，就带大家到村子里面实地的看一看。我现在已经进入到景区了，这个村子呀就在天坑的底部，四面被大山包围，都是绝壁悬崖。从山顶到谷底有500米的垂直落差，山顶的海拔是1600米，而谷底是1100米。我们看一下，前面就是世界上最长的斜行电梯，它的运行长度是380米，垂直落差是340米，上去和下来都是需要90块钱，一上一下就是180块钱。但是你坐垂直电梯的话，也需要走一段悬崖绝壁路，也是有一些台阶的，从游客中心下来，或者说你回去的时候上去，然后在下面呢是有一个小型的瀑布，因为现在不是雨季，如果下几天雨，这个瀑布啊水流量会很大。这个斜行电梯啊是花了3年时间，投资7300万打造而成的，它的运行时间啊只有2分40秒，就可以从半山腰那个位置直接下降到谷底。如果你不想走1819个台阶，就可以乘坐电梯，这样就会省去很多的体力。我们现在就能够看到下面的村庄了，他们的住家户啊离得都比较远，这一块就有5、6家，那边还有一户。看看这些大山，如刀削斧砍一般呀。现在走的这个位置啊，还是一个悬崖绝壁路，它并没有台阶的。等一下再往前走啊，就需要走台阶了。1819个，下去大概也需要1个小时。大家看见没有？前面呢是有几根钢索的，这些钢索是干嘛用的呢？就是下面还有这个警交车，就是通过这个钢索啊直接掉下去的，非常的不容易。因为没有公路，所以说运点物资干嘛的都比较麻烦。这个斜行电梯修好之后，当地的村民却不愿意乘坐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也了解了一下，听本地的村民说，就算是住在谷底的村民，他们上去也要30块钱，下来一样是30块钱，游客是90，他们乘坐是游客的1/3的价格。但是很多村民呢，他还是选择走这1819个台阶，而不愿意乘坐这样的斜行电梯。这一段就是悬崖绝壁路了，还好旁边装的有护栏呀，胆子小的可能都不太敢往下面看。如果害怕的朋友可以贴着山壁走，不要靠近护栏，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没那么恐惧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下面万丈悬崖，那边是电梯的位置，下面就可以看到溪流穿行了。装了护栏还好，没有那么危险。在湖北像这样的悬崖绝壁路我也走过很多了，有一些都是纯天然，根本就没有这种护栏的，它是在山壁上凿出来的，这个就相当于是挂在山壁上的。在很早的时候啊，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，人间仙境呀。他们的生活主要是依靠自给自足，因为与外面的联系啊非常的困难。这一块都还好啊，全部走的是缓慢的下行，而且都是平的，等一下走台阶的时候就要累一些了。其实我倒不担心下去，主要是上来的时候肯定会很累，到时看看要不要考虑坐一下这个斜行电梯。我们看前面有一条挂在半山腰上的瀑布，它是直接从石缝中流出来的，非常的壮观。如果下几天雨的话，它的水流量一定会更大。挂在半山腰上的绝壁栈道，上面做的是水泥的护板，说明这一块是有山石掉落的风险。你看上面的石头感觉特别的松动，就怕下雨的时候容易
掉落山石。当年修建这个栈道也花费了很大的功夫，都是从悬崖上吊钢索下来的。这里为什么叫做鹿苑坪呢？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啊，湖南有一家族裴氏迁到湖北恩施的板桥镇，他们来到这里之后呢，是要开荒种地，从湖南那里带了稻谷的种子。因为这一块地形都是大山，平地很少，他们在找寻的途中呢，就发现了这个地方是在一个深山谷底之中，下面有一片平地，而且是有溪流瀑布的，不缺水。因为种稻谷它是需要有水的，所以他们就从山上艰难的走下来了。走下来之后发现这真是一个好地方，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，也打算在这里住下来。但当他们要返回的时候呢，却迷了路。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几只鹿，这几只鹿呢就沿着山路一直往上走，他们也就跟着，最后他们就走出了这片谷底。最开始就把这里叫做鹿隐坪，后来谷底有了村民居住之后呢，这些鹿也经常光顾村民的院落，就改名为鹿苑坪。我们现在走的这个石阶路还是景区后面修建的，最开始村民修建的上山路是有48道拐，都是纯天然的石阶路，没有任何护栏的，非常的难走。现在修建了这条路其实也是方便了村民的出行，走着就没有那么危险了，时间上也会快一些。回头看一下刚刚走过的石阶路，悬在半空中的，这还只是下山现在就已经满头大汗了。这段时间我在恩施一直在爬山，走的都是悬崖路，有的都没有护栏，所以到现在我2条腿还是疼的。下来之后首先看到的就是这里养了好多只兔子呀，这里面养的还有鹿呢，刚刚大叔说的，大家看一下，里面有3、4只，有一只看得特别的清晰，是梅花鹿。我现在来到了这条小溪边，大家看一下这条溪水是有多么的清澈，站在这旁边呢也特别的凉爽。这水特别的清澈，非常的冰凉，都不需要过滤的天然的泉水。正好我的矿泉水也喝完了，我准备接一瓶。这水接了之后就相当于在冰箱里面冻过的一样。刚好下来走了一身的汗，现在有这个冰水，纯天然的泉水，一口气就快喝完了，是甘甜的。对面呢，溪水边还有一台挖掘机，他们是怎么进来的呢？不是坐钢索下来的，而是挖土机沿着山顶走一点的地方，边挖边下。下来之后好几年了都没有上去，下来好像上去很难，所以也被称之为最孤独的挖掘机。这个观光车是10块钱一个人。站在这里我们看一下村子里的这条溪水前面有一块碧绿的水潭，这里做了一个拦水坝，小型的瀑布。我们再看一下前面的风景，太美了，好多游客都在画中游走一般。这边呢就一直往下流到前面的地缝里面。我们是从山顶一直走1819个台阶盘山下来的。这1819个台阶还不算我们走的那一段是没有台阶的平路。下来之后才感觉从山上下来是有多么的不容易。这个高度看一看这周围的环境，四周都是悬崖绝壁。这里晚上是不需要开空调的，大夏天要盖棉被，非常的凉爽，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。这一栋呢是石头建造的房子，现在已经没有人住了，这家人已经搬出去了，房子都已经很破旧了，但也有几十年的时间了。为什么要用石头建造房子呢？就地取材嘛。最开始他们这里交通不便，运一些东西都非常的困难，所以就用石头和木头建造房子，在这个谷底呢随处就可以取得到。有一些大型的机器可以进来之后就可以兴建这样的2层钢筋混凝土的楼房了。
看一下这一户人家早已经搬走，只留下破败不堪的老房子，剩下了一些墙梁，房顶都已经倒塌了。他们已经搬到了山上去住，或者说到城里面居住了。前面有一处很庞大的建筑啊，这是景区修建的，看起来像是一个住宿的地方。这里面就可以住宿啊，吃饭都可以，水电网都是不缺的。沿着这条小路一直往前走2-3公里，就可以去看到那条挂在绝壁上的瀑布，非常的雄伟壮观，是从半山腰上的石头缝里流出来的。而在瀑布的旁边呢，还有几户人家生活着，他们在房子的周围啊种了玉米，一些农作物，自给自足，过着与世无争、世外桃源般的生活。这也是很多城里人所羡慕的地方。这里呢就是钢索的位置了，大家看，之前运送警交车就是通过这钢索运下来的。如果想要运送一些大型的物体啊，就必须通过钢索来运送，包括当地的村民也可以使用。前面这个位置啊，就是乘坐携行电梯的了。等会儿我准备就乘坐电梯上去了，不想再走这1819个台阶，而且这是上山，非常的累。大家看，在这一个悬崖绝壁半空中啊，从山顶啊有一个小型的瀑布，因为现在水流量比较小，细细的长流。我们坐到上面也是需要走一段悬崖绝壁路的，才可以到达山顶。现在这个电梯已经开上去了，有乘客在乘坐。最早这个地方呢，它不是一个景区，是通过一些驴友、徒步爱好者经常来这里徒步，发一些帖子到网上，后来就火一些，然后开发成了景区。直到现在啊，这里也是一个非常绝美的徒步路线，可以看到很多团体啊都是过来徒步的。票已经买好了，90元上行。好，准备上去了。喂，好，到顶了。对，坐电梯快是快，就是90块钱嘛，而且一样是要走几百个台阶才能够到上面的停车场游客中心的。这边一样坐的是护栏。我们下去的时候是从对面走路下去的，对面的栈道比这里要高得多。前面就是那个小型的瀑布了，是从山上的村子流下来的。我们看一下，往下，大家不要害怕啊，万丈悬崖呀！我去，流下去就形成了一团水雾，有一个小型的水潭。我们最后再看一下鹿苑坪。那么这个视频啊，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